欢迎大家来到我在矽谷的新家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，如果你是住公寓，一定要购入的一个东西就是遮光的窗帘。2B 的 apartment 在矽谷要多少钱呢？那时候我搬进来的时候付的是美金。Hello， 欢迎光临，欢迎大家来到我在矽谷的新家。那我之前呢，就是因为换了工作，然后呢，因为新公司它是需要去办公室的，之前的通勤时间呢就是很长，加上之前住 house 也住了一阵子，想说可以换一换环境，所以这次做了一个决定，把之前的家租出去，自己出来外面住公寓。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呢，就是我已经住了好几个月的公寓了，终于算是把家具啊，还有一些东西都已经整理完成。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在矽谷住的家。现在这一进来呢，就是会看到饭厅嘛，这里呢就是一个中岛。那不知道大家觉得，这个中岛跟后面有没有搭配到？这个中岛其实不是公寓附的，是我自己买的。因为那时候刚搬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非常的空旷，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在纠结要不要买中岛，因为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很需要，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客厅吃饭。不过呢，就是我觉得买了这个中岛，个人就是非常喜欢。我现在就是每天很多时间就会在这个中岛上。但这个中岛呢，唯一的一个不喜欢的点就是它这椅子超级无敌的硬，但其他的地方呢，我就是还蛮满意自己的这个家具，而且重点是它只要200美金，我觉得非常的划算。再过来呢，就是这个公寓它的厨房算是还蛮一应俱全吧，就它的这个琉璃台的部分，我觉得还蛮大的，所以基本上我所有的电器都放在上面，像这个气炸锅啊、电锅、热水壶跟这个压力锅，然后位置都还蛮够的。瓦斯炉那时候也是让我觉得，这个 apartment 还蛮不错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它的瓦斯炉都是真的火，不是一般很多可能 apartment 都是用那个叫什么电磁炉，所以我觉得就很方便，而且还有一次有4个火炉，然后你就可以煮很多东西，所以我觉得这里还算蛮方便的。这个部分呢，当然就是我每天都一定要喝咖啡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洗碗机跟微波炉也是这个 apartment 附的。那另外我觉得这个 apartment 很好的地方就是它有非常多的收纳空间，基本上我都把所有的杂物类嘛都放在储物间里面。这可以开吗？哦，你可以，哈哈哈。这里就是我所有的零食，每天都要吃的零食。这里有我每天都必喝的豆顶乌龙茶，所以它这边就是我可以放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基本上我都可以尽量把这个台面保持比较整洁。接下来就是到了这个 apartment 自己觉得很喜欢的一个角落，就是这个 apartment 的客厅。我当初也是想说要来改造一下这个家，所以呢花了一些时间去买了这些家具。不过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，这个沙发其实是我之前的家搬来的，很多人好像都有一点看不出来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坐垫，这个坐垫就是它看起来很软，但其实就是硬得要命，非常硬的一个坐垫。不过我常常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吃饭，然后看电视，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吃饭想要耍废的时候，就会喜欢在这个角落，然后有这个小椅子，我觉得就很方便。另外呢，就是因为我感觉这东西我也蛮喜欢，不过我常会不知道它要怎么样摆会比较好看。这也是很大的 blanket， 我觉得它的颜色就是很可爱，它也非常的厚实，所以就每天下班或怎么样就可以赖在这边，然后用这个很大的 blanket 看电视，就常常不小心在这里睡着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个 apartment 它其实有的灯具蛮少的，就是这个客厅其实是非常暗的，大家看到的这些灯都是我另外在买的，因为它晚上的时候这里是没有灯，然后就还蛮暗的，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去设计，买各个不同颜色啊，然后各个不同调性的灯，稍微让它看起来就晚上会比较亮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小 corner 嘛，就是可以放一些我自己有时候旅游啊，或是朋友送的一些东西，就算是一个3不5时会来看一看，然后就觉得心情蛮好的一个地方。上面呢就是摆了很多感觉很厉害的英文书，当然我是有在看啦，是有在看的。下面的话就摆了一些蜡烛、香薰，这个香薰呢就是我也蛮喜欢的，我觉得有时候下班回家点上一个香薰就觉得还不错，然后这稍微有一点加湿的功能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东西。还有那个现在已经不是很受欢迎的拉布布也放了几支在这，虽然我个人是对于音质没什么太大的喜好，不过我觉得有这音响也是挺不错，因为它可以连接我的手机，6日的时候呢就可以听一下音乐。另外呢，每天因为你出门嘛，你总是要做一个 fit check， 所以我也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镜子，每天都可以在镜子前面看一下自己的仪容。另外我觉得放了这个镜子之后，我会觉得这个空间好像要变得又更大了一些，因为它有一些反射。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到这边，这个是一个 2B 的房型，有一个房间是
master bedroom 就拿来睡觉，另外的这个房间就我上班工作的地方。这个桌子是我之前就已经买了蛮久的一个升降桌，哇，超久没有用，最近都有点懒惰，不过我觉得挺不错的，就身为工程师算是必备的家具吧。这个椅子算是我搬来这个新家之后花大钱买的一个东西 ，Herman Miller 的椅子，我觉得是蛮适合女生的，还蛮好坐，特别挑了一个这个灰色，就比较不容易脏，然后它可以这样，就我觉得还算蛮符合人体工学，因为之前都坐那种比较烂的椅子，就觉得坐了这个椅子之后就发现哦，原来不同价钱的东西还是有差。然后就是我尽量都会把桌面尽量保持整齐，所以我的杂物呢就是都放在这个地方。这边看到我的拍摄器具啊，有的没的东西就放在这个地方，尽量就是会想要让东西比较好收纳。我自己觉得这个收纳还蛮方便的，所以基本上这边呢就是我的工作啊、上班的地方。好，那现在来到的呢就是这个房子的卧室。预算大部分都花在布置客厅，所以这个卧室呢，就是以非常极简风为主。之前刚搬进来的时候，只有睡在这个床垫上一阵子，最近呢才买了这个床架。不过这个房间呢，我觉得有一个一定要推荐给大家，如果你是住公寓，一定要购入的一个东西，就是遮光的窗帘。如果是美国你是住公寓的话呢，它就会附这种完全不遮光的窗帘。所以呢，我刚搬进来的时候，每天都睡不好，就直到我在 Amazon 上面买了这个一体成型的遮光窗帘。我把这个灯关掉，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多么的遮光。它的这个窗帘的遮光效果跟大家刚刚看到的那个只有薄薄一层的，真的就是差很多。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购买这个遮光的窗帘。这次搬家呢，我也买了一台投影机，然后就可以很方便，每天都可以躺着看很多电视节目。然后因为还有这个遮光的关系，所以看起来的效果非常的好。每天呢，常常都花很多时间呢在看电视上这样子。那接下来这里呢，就是这个房子的浴室。浴室呢，我觉得算是空间还蛮大的，然后洗澡的地方就在这里。但它的这个浴室只有可以 shower 的地方。这个 apartment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设计的点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，就是它的浴室没有连一个门。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猜一下后面是什么，就是它是这一个房子的算是 master closet 吧。所以我自己那时候刚搬进来的时候是觉得有点怪，因为我感觉就是好像会有湿气，不知道会不会传到我的衣服里面。不过目前因为它有一个自动侦测的东西，就是你只要洗澡完，它就会自己开始帮你除湿，所以我觉得还算 OK， 有点乱。这边呢就是我的衣柜，我觉得它的空间也很大，至少可以放下我目前所有的衣服啊、包包啊跟有的没的东西。然后这个 apartment 呢，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，就刚刚讲到厨房有很多储物空间，然后 master closet 也很大。另外就是它还有另外3个很大的储物间，一进来这边可以放鞋子，一个很大的鞋柜。这里呢，另外还有一个储物间。可以放各式各样的家里的杂物之类的。这里是公寓必备的洗衣机跟烘衣机。另外，它这边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厕所，很大的客卧在这，然后这个客卧是可以淋浴的。这 apartment 呢，它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，可以在这边喝杯咖啡啊。我看很多邻居都会放一些小桌子、小椅子，但我个人是没有很常使用这个阳台。然后这阳台你看到了，它的后面这个地方呢，它也是另外一个储物间，所以呢，这个 apartment 的储物间真的很多。你有没有想过传讯息聊天可以不需要 email， 不需要电话号码，不需要任何身份资料就可以开始使用呢？今天想要介绍一款主打隐私、安全、去中心化的聊天 App Mosavi。你的讯息不是存在某一家公司的伺服器上，而是透过分散式的架构运作，没有人能够轻易监控你的聊天内容。Mosavi 最大的特色就是点对点的加密，不管是文字、图片，甚至是视讯的内容，都是加密的，只有你还有对方可以看到或是听到内容。而且它非常简单就能够开始使用，只要一组私钥呢，就能够轻松的聊天。其他的功能像是大家熟知的个人的聊天、群组的聊天室，或者是视讯通话，都是免费而且没有任何广告的体验。对于注重隐私的朋友来说呢，Mosavi就像是一个更安全的即时通讯软体，让你的对话真正只属于你自己。Mosavi 还有钱包功能，全面服务你的加密生活。Mosavi 呢，现在在 App Store 还有 Google Play Store 都可以免费下载来使用，一起来试用看看吧。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样子的一个 2B 的 apartment 在矽谷要多少钱呢？那时候我搬进来的时候付的是$5050，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搬来的时候，这个 apartment 很新，然后那
时候就有一个 1 month free 的一个优惠，那这样子差不多可以 even out 一下，所以差不多是4000多美金左右。那我觉得在美国，如果你想要住到 apartment， 然后有一些 deal 的话，我自己是感觉如果比较好的时机是可能年底11、12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会有比较多好的 deal， 可能有的 apartment 会给到 8 weeks 或是更多 free 的时候，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如果你想要搬到 apartment 呢，可以趁那个时间。那这个5050呢，就是它另外还有包含一个车位，我觉得算是还蛮不错，因为如果你是在可能是 SF 啊，或是其他比较靠近 city 的地方，很多车位都是要另外付钱的。我记得 SF 好像朋友是说要1个月350吧，就是一个车位。但是呢，另外的像是网络啊、水电，还有一个什么垃圾处理费，那个都是另外计算的。但我个人觉得这个 apartment 呢，我自己是觉得蛮喜欢的，因为它是一个算是非常新的一个 apartment， 然后我算是还蛮常使用它的一些公设，像是它有一个游泳池不太常用，但还有健身房。我个人还算是蛮常去健身房，至少比以前啦，就是觉得在下班或是平常的时候去运动一下，我自己觉得对身体感觉蛮好的。然后它也有可以给住户，你可以邀请朋友来的一些 clubhouse， 可以办 party， 不然就是可以找朋友来烤肉。我觉得这些设施呢都还蛮新的，也不太需要特别去租，你就只要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去占个位置就可以了。然后它也有就是专门给大家可以在 co-working 的地方，它有一些独立的房间，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工作，觉得也算是蛮方便。然后当然这个 apartment 呢，我觉得我搬进来觉得最喜欢的一个点呢，就是它的交通很方便，它算是在矽谷来说到哪里都蛮方便的，不管是到半岛啊或是南湾，大概都是20分钟左右的车程，所以我觉得可以省下我很多通勤的时间。但是住 apartment 呢就有一个缺点，我不知道其他 apartment， 但这个 apartment 呢，我觉得可能跟之前住 house 还是不一样，就是这个 apartment 我觉得隔音呢稍微不好了一点，就是有时候会听到楼上邻居啊有一些脚步声，或是一些晚上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太吵的话，有时候会听到邻居的一些声音。不过我觉得这就是住 apartment 跟住 house 比较大的差别。那目前我觉得搬进来这个 apartment 基本上就是还蛮满意的，然后觉得算是生活品质，就有努力的想说要把自己的家里弄得比较可爱一点、漂亮一点啊。然后算是在工作这几年之后，就会慢慢觉得说，其实生活品质的提升也是很重要的。在下班之后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，自己是觉得还蛮舒服、疗愈的。那之后的规划到底会不会继续住 apartment， 其实我也不确定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大家在矽谷要住 apartment 的话，就是听说这些 apartment 每年都会涨房租，可能是几百块钱不等啊，或是更多。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就有在考虑说，到底今年是不是又要再换一个 apartment， 还是说是要买个房子这样子。虽然我觉得我目前还是在观望嘛，虽然最近有开始想要看房子，但是有各种考量，就是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去做这个决定。不过如果之后有什么新的决定的话，会再跟大家分享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。喜欢的话也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